看一下双方在 S 组碰面之后的第一场比赛的交手了，同时也是这两支队伍的首次交手啊。蓝色方的话是同样秦9，红色方是 KSG。在蓝色方的话，其实就主要看红色方愿意放哪个强势辅助出来了。没错。 秦9的话是先想去和对面对搬一个鲁班大师。秦9这有种引导型 BP 啊。对。我搬元辅，让你搬鲁班大师，但是 KS 不搬。他搬的是关空儿。秦9再把苏烈搬了。那这样盾山鲁班大师 ，KSG 怎么选？都放。全放。各拿一个。彼此都能打。主要是看队伍自己哪套更熟练了。 秦9拿盾山，选择的是盾山这一套。盾山其实搭配的组合会更偏保一些，而如果对手拿到鲁班大师的话，基本上这个版本不搭鲁班7号的情况之下，他就相当于跟空空儿一个类型的，偏进攻、偏主动去开团。是的。不要，直接拿太乙真人。先拿太乙。那就是真香加西施，有可能是这套。大小姐驾到，通通闪开！出现了这一套的话，其实也是。 快手在这个赛季第一次用这套体系。这种解法，秦9依旧是选择了艾琳。那这个3楼，因为对面搬了沈梦溪，来吧，选择了出海月。海月的话，防一手关羽，我感觉。但快手3楼还有一手西施。西施的话，打海月也是 OK 的。对，而且打盾山艾琳也很好用。 这也是大家看到目前在红色方比较完整的3手了。其实两边第一把上来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攻势的对阵。对。后边就围绕着上野做 BP 了。KSG 这套阵容基本上是需要一个前排。阿古朵是最好的，但阿古朵大概率会被ban。是的。ban了镜，防止对面的一个强切。 先针对了一手升颠的野合，秦9是搬掉了阿古朵，切入型野合其实挺多的，感觉不好搬。还有飞，还有云鹰是这个赛季句号蛮喜欢玩到的。打西施其实杨戬也还不错，杨戬云鹰这种自带一些反制技能的。快手这把云鹰感觉也不错。 搬一手司空刃，防止你司空刃加上这个盾山。不过还有一手盾槽在外面，秦9是可以去拿的。秦9这边的班位给到了宫本以及蒙恬，这样防了一手 KSG 出野合，但其实狂铁还在外边了。如果是狂铁加上一个野合也是可行，但 KSG 先拿的是夏洛特。 夏洛特是无言在这个赛季目前5场全胜的英雄啊，还没输过。他上 K 票之后，这个英雄他其实也可以搭配野合去用，因为他的出装到后半程的话也是偏坦度的，是要能扛能打那种。哦，圣天又祭出了自己的夏侯惇。是的，那大概率就是一个盾槽了。命叫我负天下。因为目前看起来秦9通过第一轮升颠的定位都是以弹野为主。 是一个正面型的打野，对，需要他去正面撑强度，然后他的对抗路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切边。而且那次采访我得到的一个结论是，身边走前期节奏的打野，真的赵子龙吗？赵云都来了，这是什么？就是暖阳没掏的，我先来一把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假的吗？真要锁吗？在倒计时。 还在思考，换了，换成了要。这赵云打夏侯惇吗？要打夏侯惇都已经也是弱势啊，都已经比较少见了。其实，第一把就这么缺打野啊？对，其实说实话，今天快手在红色方上来的第一局的 BP， 除了夏洛特是他们的一个支分英雄，其他4个都是这个赛季目前的第一把。真香的体系也好，西施也好，药也好。我刚刚也还想说一点，就是对于。2阶段的 S 组一些队伍来讲，就是他们本身就是分数压力、积分压力不大的情况下，不去打 SA 卡位赛的情况之下，他们是有条件就可以提高这家队伍，巩固一下自己队伍在上一轮的一些缺陷。包括一些阵容的这个练习，我觉得也是 OK 的，因为在2阶段它毕竟没有这种
说是要去争一个胜者组这种压力。对，他只要对保证自己的积分能够稳定到达3分，我感觉差不多就能保证就是在 S 组。这就是第2轮在 S 组的好处，因为其实大家最终的目标其实是要放得更长远的，像季后赛 S 组战队肯定是去争胜者组、争季后赛，为了那个决赛而去的嘛。对。所以看到今天一上来了以后，两边在第2轮的首局比赛上面，快手是选择出了一套可能自己在第1轮阶段相对来说用的没有那么多的体系，但是我们会比较好奇他们整体的联控 combo 怎么接，包括他们这把核心点是非常多的，整体的视野上面来说也很，就是如果说只要深渊这把他站得够久，快手他的视野就很难站。当然他这手药的选择，感觉也是因为对面中单是个海月吧，他正常选一个谭野的话也会被针对。确实。就是他选了一个比较有灵活性的，我们平时很少见、巨好玩的一个打野。之前大家看到药出来，基本上可能都是对位去打到其他的一些野核，打镜啊或者一些什么样的英雄时候会出。但是另外一边秦九就是展现出来的另外一种思路了。他们去拿到这套是他们在第1轮阶段经常会使用到的一套搭配。对，尤其在深巅的夏侯惇这边，他的夏侯惇使用次数比较多的，然后包括深巅在第1轮阶段的时候展现出来的就是他的一个前排质量能力，包括他是有非常多对于对面野区的一个节奏把控的。这局药同样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偏弱势的打野，看他会不会出纯肉药啊。就是上去吃海月的技能，让海月拉他。不过不论如何，两支队伍来到 S 组之后，也是他们从整体队伍历史上面的首次交手，来看一下他们能够给自己的第2轮开一个什么样的头了。双方的第一小局，蓝色方同乡秦九，红色方 KSG， 我是解说一雪，我是解说潇洒。全军出击！开局秦九已经洞察到 KSG 的一个想法了，想要3人让孙二香快速过线，直接被卡住了，这样只能去帮打野先提速了。转头再来吃线，这样的话海月可以先动。这把快手的阵容很发育啊。对。前期没有什么进攻点，只能等西施找节奏。其实，在这样的阵容当中啊，就是快手这种阵容当中，压力最大的就是流浪。对啊，他什么时候动手很关键，以及他动手这一下准不准。对，首先是考验命中率，其次就是你动手这个时机，队友到底想不想来打架。是的，这个阵容还是以发育为主的。秦九这边同样前期的话，也是要先帮夏侯惇去提速，因为他整体过野的速度会比较慢一点。句号他这把选择的是肉刀，就是当一个前排去玩了。吃海月的技能，去拉扯骗一些技能。但这一局其实对于秦九来说，他们真正的大哥位应该是无旋的曹操。这把盾曹其实切入在团战当中会有比较大的一个画面出现，也是对孙二香有直接威胁的。没错。如果优势局，他其实不用抱着盾曹上去切了，就围着艾琳这边打消耗。等待着对面开，然后做反手救人就可以了。以树将锤。句号的第一视角，两边都是同时在往上赶，争这个赤甲。看着刚刚应该是快手这边拿到的。已经开始做一些小的入侵了，对于深渊来说，反了一组山豪。由于他们两边打野位置在第1轮使用到的英雄不同，包括现在的定位不同，所以他们的数据其实展现出来的还是蛮经典的。找到九寒，九寒想反拉进去了个太乙真人，要等外面的人。太乙是有4级的。是的，药已经卡住了这个节点了。正面的话，无言这个状态被下的有点低，出来之后药瞬间再进场配上无言的切入，九寒被秒掉了。你别说这个，哎，2技能飞到，但是可以两端拉出来。不好追了，已经掉了一个人。是的，而且自己家打野不在。这波就是要主动粘上去追着海月打，海月被迫交出自己的大招自保的同时，他拉的也不是药，他拉了个太乙真人进去，反正出来的这个位置，夏侯惇还是赶不过来。
就感觉虽然是在4分钟之前，秦九自己家的也去打架，但还是有点打不过。啊，这一下是被莫冷给拿掉了。卡了一个赤甲。是的，这波上半图少核心战力啊，秦九这边只有3个人。耀跟夏洛特把伤害补满了。 但确实这一把在整体的灵活度上面来说的话，快手的阵容它的上野灵活度更高。他后面还可以131这样去转，哎，看流浪是往边去支援了一波，蹲过去了，想帮一手无言。没错，藏在草里面。先拼一下，抢到了赤甲，然后2技能想要去再接掉，想骗，他在等，1技能直接逼出了闪现。没错，流浪打得很沉稳。对。 但下边的龙相当于直接放了，但耀赶过来了，想要硬杀，知道你没有闪现，直接2抓1抓死。知道正面有海月在的情况，又是个夏侯惇不好对抗，直接从边路突破了，做了一波换节奏。也知道4分钟的龙团强度上面他们是没有秦九这套阵容高的，所以就选择出了刚刚的这样的一种往上支援的动作，打得很有思路啊。对。但这把的预测呢是10比12，其实差距并不算大。也有可能是因为 KSG 选出了一套。 偏冷门的阵容，尤其是这手药的出现。但其实药对到海月出肉的话，海月拿药没什么办法。看升颠来了，想抢红，走过去，1技能2段拍起来，拼成拿到了。1技能2段的同时交成。是的，这样可以接控制，直接惩掉。这也是我们说到秦九现在队内升颠展现出来的，就是在僵局的时候会有一些自己的。 小的对位上面的判断，我感觉前中期节奏都是由他去带领。他玩到这种弹野，他必须要在正面。是的，看到2支队伍的数据啊，刚才我们有提到了 KSG 的1血胜率非常高，联盟第1，而秦九这边是非血胜率会比较高一点，也不错的。也说到67%。秦九是一个随着时间变久了以后胜率会不断变高的一个队伍。这把也是考验他们这个数据的时候了。没错。 但整体的两边外塔的话，是快手这边先拔掉了，而且孙尔香的发育，其实小雨这把发育还蛮好的。艾琳上路露头了，正面西施这一调未中的话，要先拉扯。我红区给了一下压力，他主要是自家那个红 buff。 升颠的夏侯惇还要不要带着队友去反？还有15秒，杜莎艾莲有点来不及了。而且对面已经回防了，感觉会有风险。那这波就不好进了。是的，再进就是自己可能会掉点。对面直接集火拉回来2段，大招还没拉出来就倒了。主要他的队友离得很远，他这波先进去的话 ，KSG 已经提前做好了防守。 他是4个人都围在了那个红区的位置，然后对山艾琳是后来才赶到的。小雨这边是接完红了以后直接点了发起进攻，所以医生直接正面想配合做留人。夏侯惇倒了，自家蓝 buff 也不保。是的，但句号的这个药成绩还没好，可以拼一下。还差一点，对山想要闪杯，但是反而是被西施给掉了，控制住了。这个时候要进场，海月拉了一个人进去，应该又是杀不掉，在外面还是要等一下出来的人。 下端来可以卡住第1波的位置，要往回大招一做，但是这个落点不是非常理想。孙尔香的缓解倒也还是不错的，直接把进来的夏侯惇给带走了。夏侯惇再倒一次，两边打野互换。这样整体夏侯惇可能在中期的时候会有点扛不住。然后就是句号自己要注意一下的，他想要用药出来之后有2个能量，用2段大招直接往之前换进那个方向去拉扯，但这把蓝色方的海月他的换进其实在下方。对，这是一个小细节。对，他自己要注意这个大招的落点了，他这个落点有点尴尬，因为之前也有碰到过这样的一种情况。 夏侯惇的经济落后了要1000，自己家的发育路的对位经济也被拉开了一些。是的，
各个关键的对位上好像都是 KSG 占便宜。主要带来的一些影响会在于，他正面现在可能害怕被西施吊，因为他吊到了以后，队友没办法第一时间拆我，他会被秒掉，有点站不住。其实截止到目前为止，秦九就通过一波下后蹲自己的判断进去反了一个红 buff 以外，其他的时间没有给到这个孙尚香任何的发育压力。小雨已经7300块钱了，并且这个孙尚香是在每波打架的时候都能拿到一些击杀。太乙在后方二技能舔到大招拉开，回头盾山反背回来，太乙套一个大招的复活，要过去做一波拆火，下蹲一技能二段砸起来，交闪还是被莫能给追点死。那这样子还可以再守一下。是的。要等要出来这个位置，而且这个状态是有点残的。出来之后落的位置依旧没有特别的影响，强行和对面海月换掉，没有能够换掉。然后旁边无言的夏洛特也是被盾山抱回来打了一套之后，自己的闪现也交了出来。这一波秦九其实是一个防守反击，打得非常赚。在10分钟前，其实刚想说的是8分40秒的时候，孙尚香已经有3件套了，对，很顺。下路的话，孙尚香这里蹲到了2抓1找曹操，应该是能杀的，被夏洛特这边大招给控了一下。很耐心啊，等曹操清线的时候交完3段1，这样曹操只剩一个大招跟闪现，就跑不掉了。那这样两边总体打完了以后，是秦九多推了一个中路的1塔。那待会儿打这波龙团的时候，秦九在地形上是有一定的优势的，中线可以先压，有点想开的意思。升天现在已经有防备了，是的。这个夏侯惇只要大招捏好，流浪的位置再蹲，掉到了，给到减速，拉回来盾山。跟田看一下这波要进去，想先骗一波技能，状态压到了一半，消耗的还不错。主要孙尚香一开始交技能去打龙了。是的，正面要再进场，找的就是夏侯惇，接掉拉回来。这一波夏洛特进场的话也被卡住了，得往后走。夏侯惇很难受，被打到了被动触发，没地方回血。同样快手这边的话，流浪的西施也被打残了，那这样他要回去补状态，正面没开团。这条龙秦九想要直接动，因为曹操已经把夏洛特的进场位置给卡住了。要是有想法想要去拼一下的，更加灵活一些，秦九第一时间还确实控制不了这个药。太乙真人一技能已经没了，秦九要让龙。要到斩杀线了这个位置，西施先拉了一下句号，抢到了龙。但是海月这边也是带人进去，无言在旁边做一波拆火，升天已经被孙尚香给秒掉了。秦九要推了，把这个海月给卖了。是的。我这一波句号进的时机太好了，2段2技能直接冲进去，一个惩击把龙抢了，之后才被海月拉进去的。他已经做到了这个需要做到的事情。接下来快手围绕着孙尚香走就可以。对，夏洛特是一个后方给到压力，去让正面推一下。现在就是西施拉一个，拉谁都行，打一套。这个孙尚香接着会开始变成快手整体的一个战术核心了，他已经1万的经济了。其实刚刚在抢龙那一瞬间，流浪的这里又拉刀了，能配合秒掉吗？能秒，直接秒了，而且精准掉到的是对面的艾琳啊，流浪神出鬼没。我太准了。刚想说的是句号那波抢龙，其实当时我看流浪的西施是交了1技能过去的，当时没有注意他拉到是谁。如果当时他拉到是对面的打野的话，那其实大大增加了要抢龙的几率。现在就是卡位置，3面都给压力，秦九现在有点被动了。而且这把整体曹操的经济也并不是特别的高，他根本进去可能就会直接被孙尚香秒掉。他现在都能被夏洛特给盯住的，夏洛特现在都没必要去切。小雨破军有了，已经神装了。他这把分军经济得有1000啊，感觉。他12分钟的时间打了12000多块钱，他已经超越了时间。他这把分军经济相当恐怖，不到13分钟要13000经济了，这应该是非常夸张的一把孙尚香啊！已经神装，而且出的是破军。对，就现在只要流浪掉到拉回来是必秒的，对面谁基本上都扛不住，都扛不住。对，左边5双，任性血。对于流浪西施的足够尊重。是的，但接下来在这种压线的过程当中，看到他这把的分军经济1000多块钱，对位经济差3687块。是的，
对线压制。这应该是目前为止这个赛季看到发育最好的孙二香了。之前我们也有看到过一些孙二香，但这个孙二香是太夸张了。下路就看秦九能不能想办法断一下节奏啊。曹操是把中线给清了，但对面直接过来打他一套，也没什么办法。盾山去修塔，但是上路还有线，还有暗影之镜，西施闪拉，但下路的大招走了，规避掉了，目的也达成。对，并没有影响 KSG 做推进。是的。享受微风，启程时刻。主要现在他们的这个上野，基本上都是一个作为定位，然后句号这边的药的话，就先手进去骗技能，会使得秦九的阵型很受限。那感觉秦九想打赢团战，他必须这个盾山得找曹操了，得直接去威胁孙二香输出得环境。盾曹了。现在盾山跟艾琳打有点打不过。是的。想要看对面要不要过来看这个龙坑的视野，所以藏在了这个小草当中，等对面漏了以后就可以打一套。这个位置升天再往前走可能就危险了。是的，还好他是隔墙的，他知道西施拉也拉不过去。他也在试探。对他大概率知道可能会被蹲。但龙坑的位置，秦九第一时间确实不太好站，流浪也是卡在了这龙已经被个草当中。秒了，秒完了以后，瞬间也拉到了这一手下，而且他的大招又被太乙给顶掉了。要从侧面进去，海月想拉人，但是看夏洛特一波大招进场击飞了以后，被海月给拉走了。但是外面的药又配合做了一波拆火，掩护孙二香进行一个输出。虽然这个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，都在等海月出来。出来之后想要交闪，还是被秒了。小雨娜的2连击破。再回去运一波兵线，有机会打一波呀！复活时间非常久，30多秒。快手这种团战当中的小配合非常多，他们的团战细节很多。来了，又是一个侧面，无言夏洛特给到一个威胁，这名医生直接开，但看一下曹操想要瞬间切到小雨的孙二香闪现拉开了，回头直接做了一波反点，曹操被打到了一个半血，中线还有过来掩护孙二香打就可以了，盾山得救人走，艾琳往后撤退，但是兵线已经挤进来了，小雨拿手天下无双点掉，学生们恭喜 KSG。虽然这一套的阵容是大家目前在这个赛季看到这支 KSG 玩的相对比较少的阵容，但是你看到在第2轮。